父亲，核弹打了又失败。我不想听借口。核弹在这片海域已经遗失了3天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，威胁了沿岸的数百万民众。可我们真的尽力了。既然如此，通知沿岸百姓撤离吧。是。快看，有人海钓！海钓？这片海域不是已经封锁了吗？快阻止他！他已经到危险区了，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你们2个，跟我来！父亲，他好像钓上鱼了。这绝不可能！核弹的强辐射早就把鱼群驱散了，难道是他要引爆核弹？加速，快加速！是核弹，他竟然把核弹钓上来了！什么？再快点！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对呀，奇怪，刚上来怎么人就不见了？一定要查出钓上核弹的人是谁。谁？这是钓神的鱼竿。什么？他就是当年神秘消失的钓神。看闻他的钓技达到绝技，能钓出罕见珍宝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通知所有相关机构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找到钓神。知道我一半。消失了多年的钓神，最近在沿海地区吊起了1枚核弹，拯救了百万居民。现在将对其进行表彰，奖金高达1000万。1000万赏金！早知道就不这么着急回家吃饭了。站住！我其实就是好久没钓鱼了，我就想找找状态，说不定还能帮上你。得了吧，咱俩结婚5年，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你钓上1条鱼。那是因为我的钓技已经达到了巅峰，普通的鱼根本就不配要我鱼钩，怎么也得是个核弹级。核弹？贺明，你以为你是那位钓神啊？万一我就是呢？我还不了解你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去钓场。周家的挑战书，以所钓之物的价值来判断胜负，败者退出钓坛。今天是几大家族切磋钓技的日子，周家选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发出挑战书，目的就是吞并我秦家。要我参赛？要你参赛，我秦家必败。贺明，这些年我秦家一直受到周家的打压和排挤，能否翻身就看今天了。你待会儿可不要捣乱，做好自己分内之事。明白了。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拿点东西。直钩钓榜，愿者上钩，失败者9999。正好刚才核弹没钓过瘾，让我试试。钓技3分在钓，7分在鱼。常人寻鱼常用经验来判断损失，而我贺家祖传的技法，寻龙望气，气在何处，好位就在何处。
谁说直钩钓不上来宝贝？起！这是九州大典，传闻禹皇划分天地为九州，入九州大典，以正九州气运。此等宝物应该用于造福于百姓，岂能我一人？贺明，走了。来了。看到了吗？此处钓台便是当年江公所筑。据传闻，若有人能用直钩钓鱼，便能钓上那至宝九州大典。千百年来，能直钩钓鱼的唯有江公一人。所以啊，从古到今，便没人能钓上这九州大典。邓老，你看，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真有人钓上了这九州大鼎，不会错，这就是镇国至宝九州大鼎。只有这世上最顶尖的钓技，才能将其钓上。日钓赛即将开始，如能得到此人帮助，想必我大夏定能力挽狂澜。找，将此处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找出此人。天有大象，人有大象。妈，你怎么把这个废物也带来？我带他过来给我加油。是帮忙加油来了，还是添乱来了？这次钓坛切磋，我们要是输给周家、秦家，必定会被欺负钓坛。我们秦家呀就要破产了。只要我能赢，秦家就还有希望。周家实力庞大，不仅笼络了钓坛的高手，还请了国际钓坛排名前10的小泉一郎。我们拿什么比呢？周家请来了小泉一郎。我操嘛！你们居然知道小泉先生的大名？不过我需要修正一下，小犬先生目前的排名来到了世界第6。周坤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给你们秦家机会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虽然你曾经拒绝过我，但是本少不计前嫌，只要你愿意拿出你们秦家我便可保你们秦家进步。八成谗言，周少胃口真是不小啊！哦，对了，邓无忌邓老也会参观本次钓赛，只要能拿到前3，就能获得面见邓的机会。邓老也在。邓老想欲钓坛，若能与他牵线，我秦家必能复兴。我答应。我不答应。东瀛钓手也配在我大夏撒野？说什么呢？我说这东瀛钓手就是你一个小小的秦家赘婿，也敢对小犬先生不敬？八嘎！竟敢侮辱我东瀛钓坛，你找死！谁给你的胆量，敢侮辱小犬先生？赶紧道歉呐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这东瀛钓手确实垃圾。你还敢顶嘴？够了！你看看他，都被你惯坏了。贺明，你平日里胡闹就算了，但这事关我秦家命运，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能胡闹呢？现在立刻给周少还有小犬先生道歉。不必了，我周家受不起你秦家的礼。既然你们秦家觉得自己不够厉害，那想必你们也不需要我周家的帮助了。那咱们钓场什么呀？垃圾！哎呦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放心吧，老婆，我帮你拿个礼物。你帮我？贺明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你不是钓神，你只是一个赘婿，一个普通人，不要再臆想了。白瞎了我秦家养你这么多年，你个丧门星，把我秦家害惨了。事已至此，说再多也是枉然，只有拼一把。我们拿什么赢呢？我们秦家要亡了！就算要亡，
我要风光大葬。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的吊祭切磋。为保证公平，我们特邀了赵会长、尹田2位吊界名宿组成评委团，并进行全国直播。同时，我们吊界大佬邓老先生也会到现场观礼。裁判，邓老先生有事来不了。啊，邓老先生临时有事，咱们先开始吧。每人限钓3尾，以钓上来东西的珍贵程度作为成绩。秦双华，等着吧，等你秦家被云城钓团踢出去，我定会让生不如死。少废话，开始吧。各选手准备，比赛开始。秦家的命运全在这根鱼竿上了。大侠女，我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东瀛钓技的实力。这怎么像狗一样？激动什么？这可是小犬大人传承自天狗大人的绝技，以鼻嗅心气来闻鱼。住手！你在这里下看，我在你旁边为你保驾护航。好。秦双华，等着吧，我说过了，你秦家必败。这是顶级鱼种银月鱼啊！周少这条鱼价值至少100万。这还怎么比呢？太要功了！秦双华，看看本少的银月鱼，是不是后悔了呀？少得意。中了，是小犬先生。哎呀，小犬先生不愧是世界第6，果然中了一条大鱼啊！马马虎虎，承重。50斤虽不及周少的100万银月鱼，但也足以碾压其他选手啊！看来双花师妹有一点机会了。你咬钩了。这是一尾鱼苗呀！鱼苗？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么嚣张，我以为有多厉害，原来是个软脚虾。秦双华，就这事还想跟本少比？秦双华一尾鱼苗价值5毛钱。5毛钱？我秦家。钓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钓起来过5毛的鱼。如果这就是你们大家的钓鱼水平，我很失望，我的祖国会更加的失望。秦家曾是我云城第一世家，钓技无双，没想到后辈子孙这般蠢笨。看来这秦家呀，确实不适合在我云城钓坛了。秦双华，我还是劝你投降吧。等我周家到时候吞并了你秦家，那时我可能好玩。原来周少爷是文姬，英雄所见略同。呸！老流氓，想让我认输，做梦！哎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咱们东瀛女人天生就是要给男人下跪的。裁判，既然秦双华的钓技如此垃圾，依我之见，就让他退赛吧，免得到时候丢了我们云城的脸。对，我也同意。再钓下去，丢人就要东瀛去了。我支持秦双华退赛！退赛！
庄华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云城钓坛最注重的就是个面子，所以，我宣布秦双华。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呢。三门星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跑去干什么？阿明，秦家赘婿何曾出？说了，我会帮你。确定只要钓出来的东西价值足够高就可以赢。自然。那接下来我和你们比。秦家赘婿，我没听错的话，你要跟本少拼钓技。本少钓上来的可是顶级银鱼，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这一钓上来的价值比不过你那条银月鱼呢？秦家赘婿，曾经本少以为你是狂，没想到你是蠢啊！你以为你是谁？钓神？钓神？我怎么觉得钓神的钓技还不如我呢？蠢货！竟敢当众侮辱钓神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敢拿钓神开玩笑，这秦家留不得！你小子居然敢侮辱钓神，我看你是找死！实话实说吧。够了，贺明，这是云城规格最高的钓鱼赛事，不是在咱家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没有闹，我这是在帮你。不说话就是在帮我了，我已经损失了1尾，剩下2尾，绝对不能再损失了。你就是心太急了，所以第一钓才会败得如此之惨。第二钓，我赢你。贺明，你要知道，这场比赛决定了我秦家的命运。如果败了，我秦家并不保。相信你。确定是按照钓出来东西的价值决定胜负吧？听你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你要钓的不是鱼。看来你还不知道。秦家赘婿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，不钓鱼，打算钓古董啊？好可恶！我可是要输的是你们。什么？金光，是宝物出事了！宝物出事了！路上！传闻中，只要有稀世珍宝出现，都会伴随着金光。难道这秦家赘婿真有这个本事？不对啊，会长，你看，这怎么会这样？说了这么多，到最后钓上来块破布。怎么会这样？贺明，你又骗我！别着急呀，这东西就在秦家赘婿是时候履行一个承诺了。周少怎么就确定自己一定会赢呢？这还用我说吗？在场的各位都可以作证，本少钓上来那可是银月鱼，顶级的银鱼，而你嘛，就是一块破布。那如果这块破布里包着的东西价值高于你一条银月鱼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少钓上来的银月鱼，那可是价值100万，就算能有与之匹配的东西，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这。别着急啊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切！我钓上来的宝贝就在这里。这是传国玉玺，这怎么可能？九龙玉天，果然是大夏至宝啊！竟然真的是传国玉玺！贺明，你没有骗我。我就说你输。传国玉玺又是什么垃圾？能比本少的顶级银月鱼更值钱吗？听都没听过，你敢拿出来显摆？这一拳，周家一拳。刘少，你到底是不是大夏人呀？连传国玉玺都不知道？看来你小子还不傻吧？本少前段时间刚刚改了国籍，
现在温少可是高高在上的东瀛人，传国玉玺是大夏至宝，不要说你这条银月鱼了，就算整个云城和江南算上，也抵不过这玉玺的价值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刘总，您看一下。吴玉天，大夏至宝出事了，是往云城吊坛的方向。快，王老打个电话。停车！九龙玉天，我大夏终于有至宝出世，来人，调包军队，开拔云城。是。杜老，怎么样？找到吊上九州大鼎的人了吗？会场人太多了，看不清楚啊。哎呀，不准你这丫头，你要急死老夫吗？邓老，最新消息，有人在湖里钓上了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，你确定？确信无疑，这是现场传过来的照片。果然是传国玉玺，这传国玉玺居然与九州大鼎同天现世。不行，我得去现场。你现在立刻给王乾王老写一封加急信，快去！父亲，我找到吊神的消息了。什么？快说！根据线人消息，云城九龙玉天同时出现大夏至宝、传国玉玺和九州大鼎。但根据我推测，能调出这2件宝贝的人，整个大夏这只有吊神一人。大夏至宝是大事，迎接吊神也是大事，2件大事都要办。你速速准备，老夫要亲自前往云城拜吊神，迎至宝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会长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这传国玉玺怎么会出现在咱们这片湖中啊？传国玉玺消失1000年，谁知道这期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别说是出现在咱们这湖中，就算是出现在谁家的井里，也都是有可能的。这下周家要骑虎难下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传国玉玺是咱们云城吊坛吊出来的，这份功劳咱们也少不了了。会长，怎么了？你忘了，刚才咱们已经把秦家踢出云城吊坛了。按照规矩，这份功劳和咱们没关系了。什么？事到如今，这功劳咱们也要抢过来呀！这传国玉玺真有这么高的价值？难道本少要输了？贺明，你怎么知道这片湖里会有传国玉玺啊？如果我说我祖上传下来一门望气术，如果令到精髓，不仅可以钓上大鱼，还可以观江河中的宝贝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们朝夕相处3年，你要真有这本事，我会不知道？那你就当我是运气好。我也觉得你就是运气好。周坤，你败。你想说什么？按照赌约，你周家退出钓坛。你周家退出钓坛。绝无可能！这个废物连条鱼都钓不上来，怎么可能钓上来价值如此高的东西？所以，这玉玺一定是假的。怎么，你堂堂周少，难道还想耍赖不成？愿赌服输，周少难道是玩不起？少在这放屁！本少既然敢玩，就不可能输不起。我宣布，从今之后，我周家退出钓坛。还算周少有点骨气。贺明，我们走吧。本少会把失去的都夺回来。周少，我有一计可助你周家度过此劫，顺便才死前救。快说。贺明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我秦家欠你一个天大的恩情。你是我老婆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任由你落入深渊的。那这玉玺捐给博物馆吧。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有人举报你们偷窃传国玉玺，
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这玉玺是我丈夫亲手钓上来的，怎么会是偷的？谁说是你们钓上来的？这玉玺是这秦家赘婿从我云城钓坛偷走的。你放屁！我丈夫做人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偷盗玉玺？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要狡辩？这玉玺明明是周少3天前钓上来的。什么？周少钓上来这玉玺之后，将其交给老夫保管。老夫突然发现玉玺不翼而飞，再一转眼就被这赘婿给钓上来了。对，没错，我可以作证，这玉玺就是偷的。一定是你们这秦家赘婿趁我们会长年纪大，精神头不够，从他身边偷摸拿走的。就是无耻，不要脸！不要脸的，明明是你们！我丈夫自打进入钓场，就一直在我身边待着，从未与你们有过任何瓜葛，怎么会偷你们的东西？你说没偷就没偷啊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我有。你们偷走传国玉玺这件事，在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证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可以作证，这传国玉玺本来就是属于我们云城钓坛的东西，这份荣誉应该属于我们大家。没错，我也可以作证，这秦家赘婿偷走了传国玉玺。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证明。秦少华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两位同志，还不赶紧把这对奸夫淫妇抓起来，牢底坐穿！好一个指鹿为马、仗势欺人，是觉得我秦家门庭小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凌辱？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叫仗势欺人呢？我们明明只是想讨一个公道。说得好，明明是你们哄骗我们周家亲小又过来偷走玉玺，妄图吞并我们周家100年基业，把这秦家赶出云城钓坛，果然是对的。一个废物赘婿，一个胸大无脑的家主，如果留在钓坛，迟早把我们云城的脸都丢光了。秦少华，大家的态度呢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不要说我们欺负你一个女人啊！只要你把玉玺还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们秦家一条生路。会这么好心？都是云城的家族嘛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你们秦家走向绝路呢？那这样吧，周少不是一直很喜欢你吗？我做主了，以后秦家并入周家啊！做梦！玉玺是我丈夫钓上来的，你们谁都没有资格拿走。那咱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。见就见，你们这些人与我秦家没有半点关系，你们的证据我不认可。那我的呢？你怎么？我刚亲眼看到，就是这个贺明偷了周少的传国玉玺。妈，你到底是谁家的？怎么站到那边去了？你个死丫头！我这是虚实物，只要投靠了周家，我们秦家才有一切生机。看来整个秦家也对你是个错。周少，你放心，等这边的事情完了，我就让这个死丫头跟那个废子离婚，她改嫁于你。我就是这样。会长，我呀，待会开庭的时候，我可以指证这个废物偷了传国玉玺。好，好，好。妈，你糊涂啊！他们现在看得起你，是因为玉玺还在我们手上。等玉玺被拿走，你连路边的野狗都不如。那也比你嫁给这个赘婿强，拉我们秦家入深渊。你这个废物，偷玉玺那可是死。你要是不想把牢底坐穿呀，趁早把玉玺交给会长。怪不得云城钓坛如此落魄，这么些年连一个高手没有，原来是被你们这些尸位素餐的蛀。我长，敢骂我们是蛀虫！秦家赘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云城
调谈的花名册。原本呢，我还想念及之前的情分，给你们秦家留一条生路。现在看来嘛，没这个必要。秦家这次调剂切磋，排名倒数，提出云城调谈。我秦家3代为云城调谈鞠躬尽瘁，你们现在不仅诬陷我们偷盗传国玉玺，还妄想把我们除名，说出去就不怕让人心寒吗？调谈名额有限，有的是家族想要进来，你们秦家嘛就没落了。与其占着位置，不如趁离开。没错，毕竟那些家族可比你们秦家有钱多了。秦双华，在你拒绝我时，就该想到这样。秦家为云城调谈鞠躬尽瘁100余年，为的就是在这薄薄的一页纸上留下名字。你们为什么非要把人往死路上逼？放肆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敢口出狂言！现在立刻马上，您家踢出云城调谈。不要啊，会的，他们只是一时失言。现在道歉，晚了。啊！既然传国玉玺是我杀，那么按照主角，你们输了。拿下来。签下合同，从此以后，你秦家永世都是我周家的父，然后跟这个废物离婚。让我秦家做梦！双华，你他妈疯了！干什么？既然你们都看不起我秦家，那从今日起，我秦家与云城调谈，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老公，这是我秦家仅存的积蓄，如果我出事了，这钱你拿走。老婆，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你把秦家的积蓄怎么能给他呢？我才是秦家的人呢！我清醒得很，秦家的钱就是要给秦家人，我才是秦家人呢！你知道的，秦家在我心中重于一切。从你跟他们站在一起做伪证时，就不再是我秦家人。会长，你可都听清楚了，这往后秦家有什么事，都跟我无关呢。那是自然。两位可以动手了吧？贺先生，秦小姐，现在人证物证确凿，如果你们拒捕的话，我们有权采取强制手段。你们两个也去帮忙，确定要动手？就你一个小小的秦家赘婿，老子这么上！这是大夏镇北军，我看谁敢动手！伤了传国玉玺，老夫要你们的命！邓老居然也来了，怎么会来这么多人？那咱们的事，事到如今，只能接着往下演了。没想到啊，这云城的大人物都莅临此地了。传国玉玺在国之重器，绝对不会出现差错。留守说呢？刚才通过电话，他正在城外迎接一位大人物的到来。不知二位大驾光临，就这点小事，还惊动了二位，真是罪过。小事，传国玉玺乃我大夏至宝，如今现世，自乃天佑我大夏国运昌隆，这对你来说是小事。那都应该感谢周少啊！要不是因为他，那我们哪有资格见识到传国玉玺啊？传国玉玺是你调上来的？嗨，那就是随手一调，主要是邓老您大驾光临云城，哎呀，都是沾了您的光。那他
是怎么回事？二位大人，我可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。他就是秦家一个赘婿，但是他居然贪图我周家家业，还把我钓上来的传国玉玺给偷走了，妄图一个人霸占全部功劳。你放屁！那玉玺明明是我老公亲自钓上来的。二位大人在这儿，你居然还敢胡说八道！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，是他贺明偷走了传国玉玺。没错，大人，秦霜花是我的女儿，是这个废物的丈母娘。我可以证明，玉玺啊，就是这个废物偷的。二位大人，这种卑鄙小人必须得严惩。邓老，我已经代表云城调谈将秦家进行拘捕。接下来嘛，就该让这个秦家赘婿把牢底坐穿了。哦，好的很呐！哎呀，邓老您谬赞了。你难道认为我是在夸奖你？这难道不是吗？邓老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将你逐出大夏钓坛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邓老，为什么呀？这玉玺确实是周少给我们云城钓坛钓上来的呀。云城钓坛是什么水平？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说钓上传国玉玺，就连参加市钓会，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。邓老，我钓上来传国玉玺这件事情，在座都可以证明的。没错，我们都可以证明。我也可以证明。对呀，邓老，之前我的钓期确实不是很精，但是我勤学苦练，现在我钓期已经大大的增长了，而且我可以发誓，这传国玉玺确实是我钓上的，要不然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！你们放屁！邓老，就算是周坤说谎，那我们大家也都不敢说谎，毕竟这张将军还在这儿呢，我们怎么敢当着他的面撒谎？张将军，您可得替我做主。邓老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呵呵，那不知张将军有何见解啊？既然二位各有说辞，不如我建议我们再比一场，由你我二人亲自裁决。会长，这怎么办呀？要是再比一次，就露馅了吗？再比一场，这方法不错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我们怎么相信你不会偏袒耍赖？毕竟你们才是人。小丫头有意思。老夫执掌大夏钓坛，又与这云城众人皆毫无瓜葛。这样，如果你不信的话，这玉佩乃是我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我以此物作比，如何？既然邓老如此坦率，那么我也不会说他。这枚荣誉勋章作为担保。贺明，你还可以吗？放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比一场。周坤，你可听到了？能不能不比呀？不比就代表你刚所说皆为假话。那你今天所做之事，我就可以追究你法律责任。追究什么责任？直接抓走！等一下，各位局员，等一下，我比。好，那诸位随我来。张将军，请。邓老，您这是要？此地风水不错，一炷香时间，你们二人谁钓上来的东西价值高，谁便获胜。一炷香，这么短的时间，钓鱼都难，更何况钓上来更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无异于大海捞针，难如登天呀！邓老，这种难题是不是有些超纲了？
超纲，若真的是他们谁钓上了这大夏遗落千年的传国玉玺，那一炷香时间足矣。没错，当时钓神是用半炷香的时间就钓上来了核弹。说起钓神啊，我确实想起来，钓神确实钓上来一枚核弹。可惜钓神只是匆匆出现，片刻便又消失，否则大夏这么多年，岂会被这些洋人钓手踩在脑袋上？大王，说起钓神，咱们这里可是有一个连钓神都看不起的人类。是谁？就是那个秦家赘婿，口出狂言，蔑视钓神，贬低我大夏钓坛，简直是可恶至极。小兄弟，你可知钓神这个名称在我们大夏是最荣誉、最神圣的，不容任何人亵渎。没错，钓神钓核弹之举，那是盖世英雄。都是虚名，不如钓鱼来的实在。年轻人果然狂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若你是沽名钓誉之辈，就别怪老夫不讲情面。请香。一炷香钓顶级鱼种，这话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信。我一定要把这一幕记录下来。我有预感啊，今天的比斗，日后肯定能震惊整个大夏。周宽不会要输吧？你还真别说，毕竟我们亲眼看见这小……你们不会以为这臭小子真的有本事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赘婿在我秦家白吃白喝了3年，他真要有本事的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可是方才……哎呦，运气，懂吗？运气，这人呐就这样啊，窝囊了一辈子，突然间走了狗屎运。他要是真有本事呀，你们想想，在我秦家这些年，我就没见他钓回来一条鱼。这么说好像也是哈。放心吧，这一局他输定了。没问题吧？放心吧。周小夫人，方才我已经偷偷的潜入湖中，发现了一条价值连城的顶石鱼种，干得不错。我就不信这次老天很会眷顾他秦家赘婿。秦家赘婿，不如我们赌一把。你想赌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你输了，就和秦淑华离婚，把他拱手让给我。没问题。那如果周少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便发毒誓，从此以后不再针对秦家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就怕你输不起。有小犬先生在，我不可能输。好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这甩竿，逆风钓，秦家赘婿，你是真蠢还是假蠢啊？刚才秦双华就是因为逆风钓才输。原本以为这秦家赘婿有多大的本事，没想到狗屁不行。看来这秦家赘婿是打算把秦双华……双华，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，还要把秦家的积蓄都给他，他根本就不会钓鱼。我相信贺明，他一定不会输的。你信他有个屁用，还不如给周少磕头谢罪，求得他的原谅。等等，不知道这逆风钓里面是有什么说法吗？鱼儿顺水而流，这逆风钓竿钓不上鱼啊！难道这贺明他不会钓鱼？也不见得，他的手很稳，心也很静。我想起来了，这种钓法是为了钓上顶射龙鱼。邓老的意思是，这贺明他能钓上来龙鱼？哎呀，不可能！龙鱼价值极高，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钓上来，就凭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赘婿，他如何能钓得上来啊？老夫也无法判定。就是这，那条鱼就在这里。保准吗？放心吧，周少，肯定帮你定定心局。很好。秦家赘婿
看好了，这一次你秦家输定了。小犬先生，劳烦您再助我一阵。州长放心，肯定帮你奠定胜局。你在干什么？邓老，张将军，这小犬故意捣乱我丈夫钓鱼。张将军，快阻止小犬营养！你在干什么？怎么？难道你大侠想抓我？来人！你想清楚，你要是抓我的话，会引起两国的外交。你，小犬一郎，你们东瀛人还真是不要脸，竟然故意扰乱我钓。怎么？你不服？不服你咬我？那倒不是，我就怕你到最后机关算尽还输了，把人都丢到东瀛去。牙尖嘴利，真是太过分了！邓老，像这种故意打扰其他人钓鱼的人，难道就不严惩吗？这小犬一郎他是东瀛人，不在我大侠管辖范围之内呀。如果手到过激的话，会影响两国社交，引起两国战争。秦小姐，您放心，接下来绝不会出现问题。可是水已经浑了呀！这我们也没办法呀。秦家赘婿，你不是自诩本事很大，现在连这点考验都过不了。周坤，你真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卑鄙！无毒不丈夫，秦家赘婿，现在你的气也钓不上，水都浑了，鱼都跑了，确实钓不上来。哼，邓老，周坤如此卑鄙，难道就不严惩吗？为了公平起见，只能看谁钓上来的东西价值高。现在也没办法去对周坤进行惩罚。没错，只要能钓上来传国玉玺，哪怕手段卑鄙些也能接受。你们，秦双华，这一次你们秦家必败无疑。卑鄙小人！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未来的老公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我和你丈夫打赌，只要他输了，便要和你离婚，把你拱手上吊。答应了。是，可是如果我赢了，周家就不会为难秦家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话虽如此，但你这么做还是太过冒险了。万一，我是说，万一你输了呢？输？这世上恐怕还没有人有这种资格。上钩了，上钩了！周少，是周少上钩了。是龙鱼，是龙鱼，居然是条龙鱼！真的是龙鱼。什么？看来老夫是又判断错误了。这周家公子虽然风评不怎么样，但这实力却是没得挑啊。完了，我们秦家别说翻身了，怕是骨头都要被人嚼碎了。贺明难道是要输了？龙鱼这个鱼种是顶级鱼种，价值1000万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周坤要拿下这场胜利了。怎么会是龙鱼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稳赢的吗？老婆，你有所不知，方才那条龙鱼本来都要咬上我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它给放回去了。秦家都要亡了，你还在这鬼扯！别急，老婆，只要我把这个东西钓上来，别说是一条龙鱼了，就算是1000条万条，也比不上它的1/10。什么东西能比得上龙鱼？你还记得3个月前那起震惊大夏的杀人案吗？记得呀，凶手残忍杀害16人，至今还在外境内。我现在钓的正是他的尸体。我现在钓的正是他的尸体。贺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闹？这次要是输了，咱们就牢底坐穿了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才不忍心让你坐牢。你是说这下面真有那通缉犯？我说了，我们家祖传的望气术可以看穿水里的一切。既然这个尸体就泡在这个水里，我自然没有看不见的道理。行，我信你。如果真的能钓上那通缉犯，就算是输了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小犬先生还真是不负盛名，居然让我钓上来一条龙鱼。哪里来？都是周家自己的，我只是猎物之心。哼，放眼整个大夏钓界，
能钓上来龙鱼的年轻一辈，也唯有本少一人。本少现在在大夏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就算是顶级钓手，这一辈子也钓不出来一条龙鱼啊！周少，您何止是小有名气，简直是名满天下了呀！恭喜周少。好了，本少不喜欢这些虚名，还是低调些。秦家赘婿还要跟我比？为什么不比？哦，那本少倒是要看看你能钓上来什么东西，能比得过我这条龙鱼的价值。那我就让你开开眼。这怎么可能？贺明这一手着实不凡呐，居然引动了湖水，他这是钓上什么了？秦双华，我没看错吧？你秦家赘婿把话说的这么大，结果就钓上来个空军，真是给我云城钓坛丢人啊！这就是你侮辱我董颖的报应。大佬，这就是你说的颇为不凡。我一个局外人都知道空军一流人。夫又再次看走眼了，难道老夫真的是年龄大了？贺明，你不是说要钓突击犯吗？没错，所以我才要收竿，重新调整钓钩和浮漂，这样才能一击必胜。就剩半炷香了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要是输了，不仅我秦家要亡，按照赌约，你我也要分开。既然我敢赌，就不会输。好一个敢赌就不会输！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秦家赘婿敢不敢跟我把赌注下？好，要是你输了，不但要跟秦双华离婚，还得让他秦家永世认我周家为主。那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要是赢了，本少不但归还他秦家全部资产，而且还要拿出10亿现金助他秦家腾飞。周少，你就这么有把握自己？什么叫有把握？本少现在已经赢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把握，那可以。贺明，你冷静一下，龙鱼价值1000万，是大夏最顶级的鱼种。这要是输了，我秦家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可是如果我赢了，那秦家就会绝地翻盘，重回顶级世家。可是这件事情交给我，周坤，我跟你。怎么样，小犬先生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这秦家赘婿脑子就是有问题，这赌注他一定会加。还得是周小姐把秦家这些像狗一样的戏耍。秦双华，既然现在赌注已经成立了，本少也不妨告诉你，这片湖中最有价值的鱼，就是这条本少钓上来的价值1000万的龙鱼，我必胜。你这副表情我见过，什么意思？当初我初入江湖，有一些自诩钓坛高手，眼高于顶，就是你这副表情。所以我就把他们都打败了，逼他们从此退出钓坛。哎呀，你小子这个经历怎么跟当初的钓神一模一样？哎，你不会蠢到认为自己就是钓神吧？没有到过山巅，我不怪你。但是有一句话你请记住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他下的是空钩，他下的是空钩，没用鱼钩，失误了吧？原本以为还能钓上来一条鱼，挽回点颜面，现在看又要空军了。要我看呐，这个赘婿呀是被逼疯了，手忙脚乱的，都忘了下钩了。当然，其实空钩钓鱼也可钓鱼，不过这是一门已经失传已久的钓法，钓的并不是鱼，那是什么？古董、宝藏、国宝，水里的宝物。难道那小子钓的是宝贝？不是，可是，就算是这样，那还有什么宝贝能比得上龙鱼啊？1000万价值啊！哎，你不可能有人把这宝贝扔到这湖里，那怎么没人捞啊？老夫已经2次看走眼了，
不敢再妄下定论。说的不错，秦双王，你这秦家赘婿不会是跟你秦家有仇吧？跟本少打了这么大的赌，居然用空钩钓鱼，这要是能钓上来，就有鬼了。我秦家的事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。哎，现在是外人，过一会儿就是内人。双华，我会好好他妈。嘿，入戏。越泼辣我越喜欢。这还有半炷香呢，多少？你不掉了？不掉了。本少已经钓上来了价值1000万的龙鱼，现在的半炷香时间，本少只需要站在这里看着你失败就够。雄狮搏兔，亦用武全力。周少这么轻敌，恐怕要吃大亏啊！如果是对待别人，本少或许会用心对待，而你一个蠢到用空钩钓鱼的垃圾，本少从来没有正眼瞧。就算在我们东野，能钓下龙鱼者也是寥寥无几。这次钓技比拼多少，已经稳操胜券。要不说小犬大师的格局大呢，不愧是我漂洋过海请回来的大师。我都差点把你这个东瀛人给忘了。小简先生，你既然这么胸有成竹，那你不妨猜猜，我这一钓会不会赢？赢？你在做什么美梦？就凭你刚才展示的钓技，你的失败已经注定了。哦，小简先生，你要是猜错了怎么办？你这个赘婿还真是嚣张，跟周少打赌还不算，还想跟我赌上一赌。既然要赌，那就赌把大的。怎么，小简先生玩不起？我会玩不起。如果我猜错了，我小犬一郎给你下跪磕头道歉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这个给我钻过去。你们东瀛人果然无耻，怎么总是想着让别人钻你的裤裆呢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能钓上来什么垃圾。这年轻人怎么跟口出狂言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这一辈子就抬不起头了吗？你蠢也就罢了，干嘛非要拉着我们秦家跟你一起陪葬呢？幸亏我们已经把秦家踢出了云城钓坛，不然我们也得受牵连。贺明，只剩下半炷香时间了。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内钓出比这条龙鱼更高价值的东西的话，那这次钓出这传国玉玺的功劳，可就是周家的荣婚了。老先生，我有一件事情，但讲无妨。如果我钓上来的东西不是鱼，怎么办？好，那就以平等的价值来论主。有您这句话，就放心了。怎么了？脚麻了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动我？别动，别动，脚真麻了。烦死了！不理你。上钩了！我才不再相信你的话。真上钩了！真的。这回这么快就上钩了？怎么可能钓上？你们放心，这一钓肯定又是空军。没错，这小子根本就不会钓鱼，要不是运气好，他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半炷香还没烧完呢，这秦家赘婿就要收摊了。很明显，这是心急嘞，心急必败。鱼钩出水了！哎，鱼钩出水了！哎，鱼钩出水了！哎，我看肯定还是空军。这钓上的是什么？竟然如此慎重，好像是一条很大的鱼，居然真的能钓出东西来。周少不会输定了吧？放心吧，这片湖中啊，就没有比龙鱼更有价值的东西了。也是，秦家赘婿，你倒是醒醒！这条鱼要是没浮出水面，我可得算空军，劲还挺大。给我出来！那是来人，戒备！怎么回事？这湖中怎么会有一具尸体？晦气！这
太晦气了。哎，我说贺明啊，你要是不想比的，你可以放弃，你用不着钓上来一具尸体来恶心我们吧？就是太臭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给我抓起来，免得这具尸体冲撞了两位前辈。你们都说这尸体晦气，可是我觉得把这具尸体吊着，不仅不晦气，而且还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你放屁！你钓上来一具尸体恶心我们，怎么可能会是好事啊？张将军，劳烦您上前辨认一下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居然敢劳烦张将军！我告诉你，要是尸体的惨状冲撞了张将军，10条命都不给你赔的。就是，张将军乃是麒麟之身，也是你一个池底的王八能够驱使啊！无妨，我也是尸山血海里走出来，一具尸体而已，不足为惧。秦家瑞旭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竟然敢冲撞了张将军！张将军，您莫忙，我这就把这秦家赘婿给他抓起来。来人，把这秦家赘婿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张将军，您这是？贺先生，我代表大夏，请受我一拜。张将军客气了，快请起。张将军，您被吓傻了吧？这贺明就是一个秦家赘婿，他怎能受得起您这一拜？贺先生为我大夏立功，怎受不得我一拜？到时你若是再敢侮辱贺先生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不是，张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将军，难道这具尸体还有什么说法？这尸体是3个月前犯下16起案的连环杀人犯，代号黑狗。他就是那个连环杀人犯。感谢贺先生能把他钓上来。可是张将军，即便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也当不得您如此大。你有所不知，他可不是普通的杀人犯，他的背后还关联着国际恐怖组织。找到他的尸体，就能顺藤摸瓜，为我大夏解除一颗定时炸弹。贺先生大义，老夫狭隘了。来人，速速通知各方，告诉他们我大夏又出了一位英雄。是。局长，黑狗已经被找到了。怎么找的？是被钓上来的。什么？首长，刚才收到消息，连环杀人犯黑狗已经找到了，在哪儿？云城湖畔，他怎么跑湖畔去了？据说是被人钓上来的。父亲又收到一条云城传来的消息，说张将军手下人说，云城钓上有人钓上了3个月前犯下特大连环杀人案凶手的尸体，代号黑狗。你说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呢？难道是因为咱们见惯了大场面，这点小事不足以让您内心产生波澜？是因为那个吊神在云城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这个尸体也是那位吊神吊上来的？没错，我说过，那位吊神的吊技镇之化境，所吊之物也早就不局限于江河里的鱼虾了。这吊神果然名不虚传，简单2次出手就化解了我们大夏2次危机。告诉车队出发，务必在1个时辰内到达云城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废物运气这么好，老天爷2次都站在他这边。北少不会要输，不行，传国玉玺的事情绝对不能搞。贺先生，一会儿有人来认领尸体，还请您做个笔录。没问题。邓老，按照规矩，是不是我们赢了？你们虽然钓的不是鱼，但与我大夏却是功德一件。今天我宣布，获胜的是贺明。我们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邓老，张将军，切磋钓技比的是钓技，如果单凭一具尸体就否定我们钓出了传国玉玺的功劳，我觉得大夏诸多钓手不会对，没错，邓老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还会让天下人以为我们大夏钓手压根儿就不会钓鱼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一定如数回上报给社长单位，让他知道你们大夏的钓手是多么的可笑。邓老啊，我是为了咱们钓坛好。您想想，若是以后钓鱼不比拼钓技，
啊，整天拿着个仪器在水底下捞尸体，这久而久之，我大夏钓坛必亡啊！这话说的也颇有道理。还请邓老明鉴，刚才本少钓这条龙鱼的时候可是实打实的实力。至于这具尸体嘛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们早就发现了，提前作弊呀？你放屁！那是你不懂我丈夫的钓技。我不懂钓技，那赵会长懂不懂钓技？小犬先生懂不懂钓技？而邓老又懂钓技。金少华，你是觉得你们作弊被我们发现了，心有不甘？哎呀，但是你们要是如此不讲理，怕不是没有把两位前辈放在眼里呀。多亏了本少明察秋毫，才没被你们完冤过。张将军，对于此事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我不懂钓技，但是一码归一码，钓上来尸体的确是功德，但是也证明不了钓技好还是不好。邓老，还请您明鉴呐。既然现在的方法行不通，那老夫倒还有一计。诸位，你们应该还记得关于这湖中九州大鼎的故事吧？我们出生在云城，从小就听老一辈的人说过，当年大乱，这九州大鼎就遗落至此。后来姜太公筑起钓台，就是希望后世子孙能够有人将其钓出。从那往后1000余年，也没有人能够钓起这九州大鼎，所以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个传说罢了。不，这不是传说。老夫今天在来的路上，于这湖中钓台之上，却发现一尊九州大鼎。邓老，您是不是看错了呀？那钓台矗立1000年呢，无数的能手都是铩羽而归，至今也没人能把它钓上。话又说回来，要是真的有人把它钓上来了，何故会如此的低调啊？毕竟那可是能够提升我大夏气运之物。赵会长，老夫于钓坛纵横半生，这九州大鼎，我如何能够看错呀？诸位，老夫已将此鼎送去鉴定，而经过确认，却是九州大鼎无疑。而钓上此鼎之人，就在你们之中。什么？是谁？我云城钓坛居然有如此能人，这实在是云城一大幸事呀！大家难道没有发现一件事吗？还请邓老解惑呀！这九州大鼎与传国玉玺于同一天出世，那就预示着此两物是同一人钓上。啊？不会又是这秦家赘婿吧？看来这秦家赘婿确实有些本事，不过，跟本少爷斗，手段可太嫩。所以这九州大鼎到底是你们二人谁的手？老泰山，大小姐，张将军和邓无忌呢？将军和邓老此刻正在云城钓场，恭候大小姐的大驾光临。立刻随我前去取来传国玉玺，拜见钓神。是，没错，你应该已经收到消息，云城钓场又钓出了尸体。我已经收到了。调查局和安保局的2位负责人正在准备。大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钓人。跟上，跟我去拜见钓神。喂，是。邓老，大小姐要来，我出去迎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张将军放心。所以，你们的答案呢？事到如今，咱们只能硬着头皮把戏演下去了，千万不能让邓老察觉出什么端倪，否则咱们两个是要对奏大不了就给他们拼了。直钩钓鱼虽然很难，但是垂钓者如果和水下之物可以心意相通，就可以让其主动养钩。九州大鼎乃是功德之物，若想把其钓起来，垂钓者就要心怀天下，心无杂念，
其实吊九州大鼎并不难，难的是要克服自己的欲望，才能达到禅定状态，让其主动演。好，贺先生，您的这一番见解真的是鞭辟入里，让老夫大开眼界。贺明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当然是因为这吊上九州大鼎的人就是真的是你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可是你之前为什么一尾鱼都钓不到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江河里边的普通的鱼虾根本就不配咬我，只有像九州大鼎这样的宝物才配被我钓上来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这九州大鼎也不配咬我。为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我接下来要钓的是这江河中最为顶尖、最为稀有。真厉害！既然您如此了解这九州大鼎的习性，那看来这九州大鼎应该是您钓上来的。邓老，您可不要被他给骗了。此话怎讲啊？这小子刚才说的话，全部都是从我这偷听。偷听？没错。方才我和小选先生讨论如何钓上这九州大鼎的事，这秦家赘婿就在旁边偷听。而且我说了，传国玉玺是我钓上来的，那么这九州大鼎也只有我能钓得上。我可以作证，这九州大鼎确实是周少钓上来的。邓老，想必您也听明白，这九州大鼎还有传国玉玺都是本少钓上来的。至于这秦家赘婿嘛，不过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，更何况他可是侮辱过钓神名号的。你们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我该相信你？当然是应该信我们了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就算我周坤说，那么在场的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，他们都会说谎吗？胡说！明明就是你们仗势欺人，整个云城钓坛都在欺负我秦家，在这颠倒是非，不分黑白。够了！是非黑白，老夫心中自有定论。还请邓老主持公道。还请邓老主持公道啊！放心，老夫今天来此就是要替你们主持公道。你们刚说的话，老夫都听见了。老夫判断，这调出传国玉玺之人，多谢邓老。是贺明。感谢邓老。多谢邓老，还我丈夫清白。邓老，您说什么呢？老夫说，钓上传国玉玺之人是贺明。邓老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钓上玉玺的人一定是本少，怎么可能是这秦家赘婿？老夫纵横钓坛半辈子，谁真有本事，谁没有本事，老夫分得出来。可是我没什么可是的。老夫既然已做判定，稍后自会将今天之事情禀报给王前王老泰山，相信他会有更公平的判决。邓老，您不能这样啊！我云城钓坛就靠着这块玉玺来翻身的，你这把功劳给了别人，那我云城钓坛将会就此灰飞烟灭。灭了更好，一群尸位素残的蛀虫。贺先生，老夫代表大夏钓坛向您表示感谢，感谢您为大夏做出的贡献。我还以为大夏钓坛都是一些蠢笨之人，没想到还是有智慧之人。贺先生，老夫还有一事想请求你，请说。试钓赛即将开始，老夫想代表大夏钓坛向您发出邀请，请您代表大夏出战试钓赛，扬我民族国威。我回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已经找到要求九州大鼎传国玉玺的人？当然，贺明贺先生就是咱们要找的这个能人。什么？是他？怎么样，老夫的眼光不错吧？错了，调出九州大鼎的人不是他。不是，这位小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这调出九州大鼎的人
不是我丈夫，还能是谁呀？是啊，老夫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看错的。我不会看错的，调出九州大鼎的人不是他。那个李秘书，既然不是这个秦家赘婿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这能人他到底是谁呀？对呀，老夫也要你给我一个结果。好，我看看那位能人肯定就在这其中。是他，调出九州大鼎的就是他。没错，对，就是他。哎天，错不了，就是他！我现在就去告诉邓老。什么破传说？这湖中根本就没有九州大鼎。邓老，你可千万别被人给骗了！我在监控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周公子吊起了鼎。没想到竟然是你！周少啊，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你有这样的本事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这真是啊，让我们白担心了。我早就说嘛，那周少的本事就不是我们能揣测的嘛！一定是这个蠢秘书看错了监控，把本少认作了吊上九州大鼎的人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本少只需要将计就计。邓老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吊上传国玉玺还有九州大鼎的人是我，但是您一直被这个秦家赘婿耍得团团转，我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夫这双眼睛这一辈子为大夏吊坛挖出了多少人才，从来没有失手，可今天却……邓老啊，您呐年纪大了，这看走眼也是很正常的嘛。毕竟这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嘛？可是邓老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您的秘书已经把我认出来，您就算不相信我们这些人，难道还不相信您的秘书？李秘书，我要你以个人的名义起誓，调出九州大鼎的人是周家的周坤。我可以用我的名誉来起誓，我在监控里看到的就是周公子。如果不是，我从此退出吊坛。你跟随老夫多年，我相信你不会骗我，也不会被人收买。邓老，我绝无半句假话。我信你。那你们两位可知欺瞒老夫，该当何罪？邓老的脸面，那代表的可是我们大夏吊坛。你们敢欺瞒他，就是没把我大夏吊坛放在眼里。身为我大夏吊坛的人，居然如此心惊，简直就是人神共愤！居然敢在邓老面前撒谎，简直贼胆包天，死有余辜！二位，你们可听清楚！恳请邓老明鉴，我夫妻二人未有半句虚言，无论是大夏神鼎还是传国玉玺，皆是我丈夫一人所为。你说都是你丈夫一人所为，难道说李秘书他认错了？不知道，也许这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你放屁！你才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！我刚才已经以自己的名誉起誓，如果我有任何虚言和谎报，这辈子不得好死。李秘书虽然蠢笨，但他绝对不会骗我。他说不是你们，就绝对不是你们。李秘书，事出紧急，会不会看错了？不可能出差错，一定是周公子吊起了九州大鼎。多谢李秘书为我证明，要不今日还真就被这秦家赘婿得逞。周公子谬赞，我也只是尊重客观事实。像这种不知廉耻、欺骗邓老的畜生，我一个也不放。邓老，我请求将这二人押送监牢，明正典刑。秦小姐、贺先生，你们还有何话说？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论无耻，论不要脸，秦家让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！秦双华，明明是你妄图陷害本少，还想谋取本少家族产业，现在居然说本少不要脸。没有云城吊坛，你秦家不过就是路旁的一条野狗，不思感恩也就罢了，现在还反过来咬一口。哎呀，也难怪你秦家会有如此的处境啊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
秦家不忍落得此等下场，这就叫命中注定。好一个命中注定！我秦家为吊坛奉献大半辈子，如今不过是稍有误，你们就恨不得群起而蚕食。如果这就是命，那大夏吊坛活该败落。住口！还敢污蔑大夏吊坛！看来我给你们的脸面是太多了，敢对大夏吊坛进行诋毁。二位长官，速速拿下二人，判以重刑。总抓！不能抓我女儿，要抓这个赘婿。邓老，先前我与秦双华有过赌，如果他们说不但要跟这个废物离婚，而且还要让他秦家世代侍奉我周家，如果他也被抓，那这你周家大夏脸面还重吗？大夏至高无上，我周家自然。那你的赌约凌驾于大夏吊坛之上吗？不敢。既然你拎得清自己的身份，那就滚一边去，影响我替大夏吊坛出气。这些个脸大，亏了夫人有这病。速将他们带走。两位，走吧。你们想好了，确定要带我走？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。贺先生，束手就擒吧。如果我拒绝呢？那就别怪我们采取强制措施。我早就说过，这秦家赘婿脑子不好。哼，既然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狂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吊神吧？哦不，哼，白日梦把自己做傻了吧？等掉了脑袋啊，就知道什么是后悔喽。你们说我狂？不是狂，你是蠢不自知。这垃圾啊，就应该永远的待在垃圾堆里。废物，你记住了，你永远都是秦家的一条狗，无论你再狂，也得守着你的狗牌吃一辈子的屎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狂。秦家赘婿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传国玉玺乃是国之重宝，你竟然把它丢到湖里，你是不是找死啊？属我大夏，生我国宝，何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说这个传国玉玺还有九州大鼎是他调来的？好啊，就让周少为了大夏再调你。怎么？你不敢调？放屁！本少怎么可能调不上来？那你调啊！今日本少已经调过传国玉玺和九州大鼎，现在本少累。没错，周少呢，今天已经连续调出了好几尾，体力匮乏，已经没有力气再调出传国玉玺了。倒是你，何明，你居然把我大夏至宝扔到了湖里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呀？没错。你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！邓老，像这种人必须严惩，否则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说的没错，而且这湖水是流动的，等到明日本少恢复一些气力，这传国玉玺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，这恐怕会导致我们大夏与国宝失之交臂。这传国玉玺乃是国宝啊，若是就这样错过了，反倒是你秦家赘婿，你就是千古罪人呐！我看你不是没有力气，你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。你放屁！本少怎么会没有本事调？倒是你一味的在这蒙蔽众人，侮辱我大夏吊坛，你到底安的是何居心？从开始到现在，你一直诬陷我惹辱大夏吊坛。好呀，那我今天在这跟你明明白白的说清楚，这大夏吊坛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我没听错吧？这秦家赘婿居然敢蔑视大夏吊坛，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本来秦家好好赔礼谢罪，尚可苟延残喘，为子孙后代留下基业，但现在注定要灭族了。我就知道这个赘婿他就是个害人精。你可知道你刚才所说之话会给秦家带来什么样的灾难？灭顶之灾！哎呦，我秦家到底是做了什么孽了？本来秦家还尚有些基业，但是现在都被这个赘婿给毁了。这场天罚针对的是你我二人，与我秦家无关。
我们不能自私的连累其他人。听我一句劝，我们给邓老道歉吧。道歉？现在道歉已经晚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他得到应有的代价，否则老夫我就愧对王前王老泰山的栽培，也愧对我头顶这乌纱。这人狂啊，自然有天收。秦家瑞希，在场的哪一位不比你的身份地位高啊？你有什么可嚣张的？比我的身份高？看来我消失的这5年里，你们是忘了什么叫做尊卑了。你说什么？消失5年？我说鹤鸣啊，你还真是活在臆想之中。这天底下谁人不知啊？那消失5年的人，乃是战败我钓坛36名将沿海钓河弹的钓神。你又怎么确定我不是你说的那个钓神？父亲，您怎么下车了？吊神尊贵，按照规矩，我们需步行前往。是。把礼物拿来，我要亲自捧礼去见吊神。你们跟着。秦家这些，你还真是脑子有点不正常啊！狂也好，蠢也罢，那你得知道自己是谁呀？就是，钓神是谁？钓神是大夏钓坛最为顶尖的存在，而你说好听点是秦家赘婿，说难听点你就是秦家养的一条狗。邓老，我看就不用把他抓去监狱了，直接送去精神病院多好嘛！思明，你可明白，钓神于我大夏钓坛个人心中，那是如同神奇一样的存在。如果你再在这儿口出狂言，那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保不了你。可是你怎么又能确定我就不是那个钓神了？这天下人皆都知道，钓神在消失之时，手上戴了一枚能象征他身份地位的戒指，只有这枚戒指才能证明他的身份。可你的手却……这……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，现在看来没有必要。这是钓神戒指，钓神戒。难道说你是钓神？他怎么会有钓神的戒指？不行，本少绝对不能败，绝对不能！这钓神戒指怎么会出现在一个赘婿的手上？邓老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秦家赘婿，他有什么资格沾染钓神戒指？这是他仿造的！住口！老夫此生最仰慕的便是钓神，有几回看错？可这钓神戒指，整个大夏仅此一枚，别说是仿造，寻常人就是见上一面，难如登天。邓老，您会不会是看错了？邓老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个废物最喜欢偷东西了，不但冒领我的九州大鼎，而且还偷了传国玉玺。谁知道这钓神戒指是不是他偷的？住口！钓神大人岂容你来污蔑？您别忘了，刚才这个废物可是把传国玉玺丢在了湖里，这可是重罪。贺先生，传闻钓神除了这枚钓神戒指，还有一张面具。你说的面具，指的是这张吗？这，他怎么连面具都有？副面甲，钓神戒，您果然是钓神大人。邓无极，参见钓神大人。邓老，区一个面具而已，谁知道是不是他仿造的？等等，我那2件东西的分量不够，加上我呢？王师，您来了。王老泰山居然亲临云城，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会来我们云城？如果我不来云城，又怎么知道你们这群不识泰山的蠢货敢在这里侮辱我大夏钓神？您说什么？
他真的是吊神？正把你的狗眼看清了。吊神吊核弹有功，吊玉石有德。如今功德加成，当为我大夏英雄。英雄？一个臭钓鱼的，怎么就成了大夏的英雄了？还说英雄？这不可能吧？这个历史上也没几位英雄。要不是吊神掉下核弹，您这些早就被炸死了。区区英雄一号，你还要担心吊神是否接受？都是虚名，我确实不在。请吊神不要拒绝，不要拒绝。我看重的从来都不是权益，而是吊祭的更高境界。从今日起，吊神2个字配不上我。这样，没错，5年的红尘炼心，还有今日的劫难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凡人的卑微，还有吊神的极限。从今日起，我要重出江湖，吊世间奇物。那我们该如何称呼你？我就是我，不需要虚名。吊神的格局，乃是我等仰望的高峰。参见吊神，老夫刚才误会吊神，老夫掌嘴。参见吊神，参见吊神！你们起来，都起来！他只是一个秦家赘婿，他怎么可能是吊神？方才是你们折辱吊神，是他侮辱大夏吊坛在先。吊神侮辱大夏吊坛，那是吊坛的荣幸。你竟然还敢从中作梗，看来你们周家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要灭了你周家，是你们在场的所有人物，王熙月都要灭。将云城吊坛踢出大夏。不要不要啊！我等为大夏吊坛兢兢业业。喂，废物东西，敢侮辱吊神，你被吊坛除名了。从今往后，不得再钓任何一条鱼。不关我的事，我可是懂一些。你们大夏是关，不是。嘿，学长大人。御史的侄子，你居然还跑到大夏的地盘撒野！学长大人，老夫刚才已经收到红色警戒文件，陈志不愿返回队了。那你楚楚的意思？活该！念在你对吊坛一片忠心，此时可免你大罪，但你要受罚10年。知道了。畜生，你到底惹了谁？为何我周家的产业会瞬间蒸发100亿，被吊坛除名？救命！救命！吊神，如果我现在知错的话，来得及。哇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王老泰山，明年我要代表大夏去参加世钓赛，我要把洋人从我们手里拿到的冠军全部都夺回来。我要一个人挑战全世界。吊神鹦鹉，走吧。你真的是吊神？鹤鸣，之前是我误解你。没关系，如果不是你的误解，我还达不到如此圆满的境界。吊神大人，请稍等片刻。什么事儿？吊神大人，那传国玉玺，我已经钓上了。这传国玉玺，这是意念钓鱼。吊神大人，他突破极限了！恭送吊神大人，恭送吊神，恭送吊神。